大家好，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然后這一集影片要跟大家介紹我去廣州5天4夜後面3天的行程。第3天中午就直接來吃傳說中的蓮香樓。蓮香樓創始於西元1889年，是廣州的百年老字號，也被譽為蓮蓉第一家。是體驗廣州文化和品嘗傳統粵式點心的好去處。我點了一盤香芡牛肉腸，還有澳門燒肉。不過小林姐表示，這個澳門燒肉在香港的蓮香樓比較好吃，因為這一盤的外皮真的是不夠酥脆，吃起來一言難盡。這一鍋是皮蛋肉片粥。吃起來跟台灣的差不多。我還點了蓮香蝦餃皇、麵醬蒸鳳爪、蜜汁叉燒包，還有八爪魚叉燒酥。這個叉燒酥真的很特別，很可愛，不過不怎麼好吃。我還點了一份古法木炭燒鵝。廣式燒鵝講究皮脆肉嫩，油香不膩。不過他們家的皮真的不夠脆，咬起來有點吃力。這一道菜是脆皮紅米蝦腸，最大的特色是擁有多層次的豐富口感，外層是滑嫩柔軟的腸粉，中層包裹着酥脆的網皮，最內層則包裹着 Q 彈飽滿的鮮蝦，咬下去能感受3重驚喜。不過也不怎麼好吃。這一道是蓮香皮蛋酥，味道很特別。這樣一桌加上這個煲仔飯是446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價格偏貴，而且不好吃，所以不推薦。蓮香樓旁邊就是陶陶居，因為路過所以就進來看了一下，發現它的裝潢真的比蓮香樓氣派很多。有米其林推薦，1樓還有開放廚房區域，可以參觀點心的制作流程，所以就決定過幾天一定要吃吃看。接着呢，就直接步行到永慶坊。永慶坊位於荔灣區恩年路，是廣州第一個以微改造模式活化的歷史文化街區，完美融合了西關騎樓、嶺南園林與現代文創。是兼具古典與時髦的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因為走路有點口渴，所以就來喝喜茶。沒想到這家店超級特別，有2層樓，裝修復古，還有西關大屋的客廳設計，擁有水泥花磚、銅板浮雕、滿洲窗、彩色海棠花玻璃等設計元素。2樓空間寬敞舒適，而且冷氣很涼，所以就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因為小林喜歡喝檸檬茶，所以每次來都會點鴨喜香青檸茶，還有綠岩青檸茶，一杯是13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以這種座位來說，真的是 CP 值很高，推薦給大家。喝完喜茶之後，就繼續來逛永慶坊。永慶坊結合了人文古蹟、傳統藝術、國際休閒，還有時尚潮流。這裡的星巴克也非常特別，一走進店裡就被它的裝飾所吸引。因為這家店直接把廣府的醒獅飛鷹文化搬進了店裡，真的很有氛圍感。
而且這邊的蛋糕還結合了在地文化，都是台灣吃不到的口味。保溫杯和馬克杯也都是城市限定的特別款，所以如果喜歡星巴克的話，一定要來。繼續走下去，會發現這邊有很多騎樓建築群，還有中西合璧風格的民國建築，真的是把歷史文化傳承和當代都市生活融合得恰到好處。接着呢，就來到了藏在永慶坊裡的粵劇藝術博物館。它可不只是簡單的展館，而是一座可以聽戲、賞景、感受嶺南風情的園林。重點是門票免費，所以走過路過不要錯過。整個博物館就像是一件藝術品，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一步一景。建築還曾經獲得中國建築工程魯班獎，隨便找個角落拍照都很出片。哇，這邊還有魚缸耶！不過為什麼是4條魚？感覺4這個數字在東方不是很吉利耶，還是有一隻魚藏在這個水草裡呢？接着呢，就繼續逛永慶坊。不過來到李小龍祖居的時候，發現已經關門了，所以就直接走去荔灣湖公園。這邊有一棵樹超級大，中間還有一個洞，真的有一種神奇樹屋的感覺。又遇到了裝潢氣派的廣州酒家，不過還是要給它差評，詳情可以觀看上集影片。終於來到了荔灣湖公園，發現這邊廟的裝修都很精緻。迷路了超久，終於找到泮塘古村的招牌。這邊是網紅打卡點，所以一定要來。如果大家跟小林一樣迷路的話，可以上小紅書找攻略，因為在大陸的話，小紅書就是萬事通。下一站就來到了陳家祠。陳家祠建於清光緒年間，是廣東省72縣陳姓宗親合資興建的合族宗祠與書院。現在則是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以精湛的3雕2塑1柱1畫的嶺南建築藝術與豐富工藝展品著稱，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明珠。陳家祠的屋頂及牆面裝飾非常繁複，集木雕、石雕、磚雕、陶塑、灰塑、銅鐵柱及彩畫於一身，細節處處可見傳統吉祥寓意，如數不完的蝙蝠裝飾，象徵福氣。陳家祠的門票是10塊人民幣，不過小林非常幸運，來的這一天剛好不用門票，而且來的時候原本的陰天竟然可以看見一點點太陽，果然這邊真的是風水寶地。陳家祠根據中國古建築形式美的原則，前後左右嚴謹對稱，虛實相間，極富層次。長廊青雲巷使整個建築四通八達，庭院園林點綴其中，形成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的整體。這就是陳家祠的內部裝潢。不過不得不說，陳家在廣東果然是大姓，因為他們家的神龕感覺可以放到好幾萬人，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一個是石獅，看起來神態祥和，笑臉相迎，是廣東地區石獅造型的代表。離開了陳家祠，就來到了新開的廣州太古里。廣州太古里位於荔灣區白鵝潭核心地段，融合珠江濱水景觀與巨龍灣工業遺存元素。
這個地方的建築都很有特色，不過這邊是分段開業，所以有部分還沒有蓋完。廣州太古里的建築設計具備現代幾何感，當陽光照射時，乾淨利落的線條與層次營造出強烈的高級感。不過因為小林來廣州的這幾天都是陰天，所以就是好像沒有很高級的感覺。不過看得出來建築物是很有設計感的。靠近珠江的地方有好幾間餐廳，不過因為是分段開業，所以餐廳的選擇不多，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要不要來。這裡就可以欣賞太古里黃昏的美景，也可以沿着珠江河邊散步，然後對面就是太古倉，小林等一下就要搭計程車過去了。這就是剛剛在太古里看見的太古倉碼頭。太古倉是廣州一個將100年歷史與現代潮流完美融合的濱江文創地標。這裡曾是繁忙的港口，如今變成了集餐飲、娛樂、藝術展覽於一體的城市客廳，非常適合拍照、看日落和感受廣州的夜生活。然後小林很幸運，一走到這裡就看見無人機的表演，所以就順便看一下吧。哇，原來这個無人機表演是白天鵝賓館贊助的，也太有錢了吧！晚上就在太古倉的 Mr. Rocky 吃生日餐，這家店就是餐酒館，有酒吧，然後旁邊還可以打撞球，真的是很厲害。結果發現妹妹根本沒有用球桿打球，直接用手一桿進洞，太強了。哇、Hello！ 沒想到這家店還有人現場演唱。這間餐廳可以邊聽歌邊吃飯，也太享受了吧！我點的這個是果木烤戰斧牛排。還有芒果烤雞、藜麥沙拉、蜂蜜芥末汁。牛排鮮嫩多汁，還有一個炭燒的香味。我還點了一個牛仔至尊海鮮披薩，還不錯吃。這一道菜是托斯卡納海鱸魚會館型意麵。鱸魚鮮嫩多汁，意麵的醬汁也很濃郁，真的很好吃。然後這家店真的很特別，店員會跟你互動，生日還會有額外的慶生活動，給你滿滿的情緒價值。許完3個願望之後，就邊吃蛋糕邊聽歌手唱歌。這一餐的總花費是336人民幣，我個人覺得物超所值，因為小林真的沒有事先預約，是誤打誤撞走進來，就突然被慶生，真的非常驚喜。晚上入住天目陸家飯店，這家飯店不含早餐，4人房，一個晚上是570塊人民幣，
我個人覺得價格還可以，不過飯店位置有點偏僻，而且浴室排水孔堵塞，所以整體來說不太推薦。隔天一早就來到了沙面島。沙面島是廣州最具歐洲風情的歷史文化街區。這座珠江上的小島曾是英法租界，保留了超過150棟古典歐陸建築，被譽為露天建築博物館。哇，他們兩個的腳是拍照被摸到褪色了嗎？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裡叫做沙面島，感覺水真的沙沙的。中午就愛吃位於沙面島的蘭桂坊，這家店環境清幽，充滿復古感，而且還是獨棟的，真的很有特色。餐廳主打粵菜和東南亞風味的融合菜。我點了一份非遺紅燒乳鴿、斬料、蘭桂坊咖喱焗雞、泰式炸蝦片、寧鄉吮指雞中翅、菠蘿海鮮焗飯，還有年手通菜。斬料在廣東話的意思是到燒味店購買燒臘熟食。我吃的這道斬料是柴火燒肉配上紅衣花生。不得不說，這家店所有的菜都很有特色。我還點了一道椰汁木瓜燉雪蛤。雪蛤是一種生長於東北的林蛙，可以作為中藥材或是滋補養生的聖品。這樣一桌總共是396人民幣，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因為它的菜品還有裝修都很有特色，所以來沙面島一定要來吃吃看。下午就來到了聖心大教堂。聖心大教堂建於西元1888年，外觀造型挺拔，內部空間深遠，細部做工精美，高聳的塔樓、屋頂的尖拱以及花窗棂最具特色。聖心大教堂是東南亞以及中國唯一一座用花崗岩石砌成且保存比較完整的哥德式大教堂，也是全球4座全石結構哥德式教堂建築之一。而且這麼漂亮的教堂竟然不用門票，也太佛心了吧！聽說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是從法國運來的，陽光穿透時就會形成璀璨光影。我個人覺得廣州的聖心大教堂很像我去布拉格的聖維特主教座堂，所以來這裡就可以省掉機票錢，感受西方文化的氛圍感。接着就來到了新環廣場，我個人覺得這個商場不太好逛，不過它的扶梯抬頭仰望就像科幻片一樣，好像闖入了時空隧道，所以有經過的話還是可以來看看。走到北京路步行街的路上，經過了明華餅店，所以就來試試看。這家店是始於1983年的餅店，也是廣州本地人從小吃到大的味道。這家店的招牌是雞仔餅，不過我個人覺得不是很符合我的口味，大家可以自己嘗試看看。下一站就來到了位於北京路商圈的書坊街。這一條街是承載300年文脈的歷史老街。書坊街曾是清代嶺南刻書業的中心，歷經歲月變遷，這裡一度轉為花鳥魚蟲集市。到了2025年底才改造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書坊街。不過廣州怎麼到處都是廣州酒家？我覺得，對他印象實在不好。然後就一路走到了北京路。北京路不僅是廣州的繁華商業街，更是一條活着的歷史文化長廊。腳下是2200年未變的城市中軸線，身邊是地道的廣式煙火氣。這一棟就是藏在北京路繁華商圈裡的千年古剎大佛寺。
大佛寺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917年左右的南漢時期。最初是南漢王為了對應天上星宿而建的28座寺廟之一。不過，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大佛寺都是多次復建過後的樣貌。這一棟是佛教文化大樓，有地上7層、地下2層，是仿古樓閣式建築。這種樓閣式塔的意象設計真的看起來莊嚴典雅、飄逸靈動。走進大佛寺的內部，就可以到大雄寶殿參拜一下。大佛寺白天莊嚴肅穆，夜晚燈火璀璨，被譽為廣州版的《千與千尋》或者小洪崖洞。參觀大佛寺是不用門票的，不過燈只開到10點，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接着就繼續往前走，看看有什麼好吃的。然後就發現這邊竟然有10多座百貨公司，晚上看起來真的很繁華，跟白天根本就是不同的世界。這一棟是天河城，然後看到它的樓上有陶陶居，所以就決定去吃一下。沒錯，就是這麼的隨性。陶陶居是廣州家喻戶曉的百年老字號，創始於西元1880年，是體驗地道廣府早茶文化的必去之處。餐廳內部燈光明亮，裝修典雅大氣。我點了一份酥皮水牛奶菠蘿包，外皮酥脆，內餡是流心的，奶香濃郁又不會太甜，還不錯吃。這一道是卡針芝士焗糯米雞，吃起來一般。陶陶居的脆皮乳鴿，外皮酥脆，肉質緊實，不過我比較喜歡吃大鴿飯的。這一道菜是冰鎮咕咾肉，我覺得吃起來很像拔絲地瓜，因為它的外皮酥酥脆脆、冰冰涼涼，然後裡面的肉還有一點點餘溫，吃下去真的很驚豔。我還點了折折生菜包，還有一口酥豆腐，這樣一桌總共是214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吃，值得推薦。吃完飯後就繼續逛北京路散步一下，然後發現大陸真的到處都是迷你手耶，這一棟還有3層樓。逛一逛就看到了北京路步行街的古城遺址，聽說北京路地下現存唐朝至民國11層的古道遺址，真的是歷史悠久。逛完了北京路步行街之後，就來喝廣州涼茶。我覺得這家店很酷，因為店員會看你的舌頭，確認你適合喝哪一種涼茶。一瓶是15塊人民幣，我覺得很難喝。晚上入住一致酒店，這間酒店的交通位置很好，就在沙面島旁邊。不過樓下就是魚市場，所以會有一個海鮮味。這家飯店是2025年才開業的新飯店，房間燈光明亮，空間寬敞，還擁有全屋智能，可以自動開關窗簾。浴室是乾濕分離，這樣一個晚上不含早餐，3人房是720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價格偏貴，不過房間確實很新，也很乾淨，所以還可以接受。宵夜就來吃塔斯汀中國漢堡，這樣一桌是62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很好吃。隔天一早就來到了飯店對面的荔灣領展廣場，這裡又有邱大叔，所以就來喝一下吧。我點了一杯水仙玉露檸檬茶，還有雲劍梔子檸檬茶，2杯是32塊人民幣，不過我還是喜歡爺爺不泡茶。
中午就來吃雲山記雲南山真菌火鍋。這家店非常特別，門口展示了非常多的野生菌菇，就是你去爬山的時候會覺得有毒的那一種，結果它竟然都可以吃，而且等一下還會加進我的火鍋裡，真是太刺激了。哇，這邊還有放乾冰，營造出菌菇變化多端的感覺。而且這家店還有26種蘸醬可以選擇。不過意外發現這家店好像生意不好，沒有什麼人呢。我點了一鍋古法山珍菌湯底，配上炙鮮山珍菌4瓶。肉品有羚羊走地雞半隻和原味水檸吊龍，蔬菜有娃娃菜和彩色玉米。我還點了有3個顏色的勁道撈麵，還有農家小酥肉。聽說這個菌菇是空運過來的，真的是最佳賞味期，直達餐桌。這一道菜是好出彩雲嶺8味肉，有松板肉、鴕鳥肉、烏雞絲、脆碗魚片、吊龍、鹿肉、兔肉，還有魷魚片。這一道是七彩糯米飯，糯米飯的顏色很好看，一口咬下去軟軟糯糯的，還可以搭配旁邊的椰汁一起吃。這家店還有桌邊服務，真是太專業了，因為我完全看不出來要怎麼煮。這樣一桌總共是283塊人民幣，我個人覺得物超所值，超級有特色，值得推薦。吃完午餐之後，就拿着行李搭計程車來到了廣州南站，準備搭高鐵前往香港西九龍站。結果一進來就發現這個站超級大，感覺像是機場一樣。從這邊看真的很壯觀，覺得大陸的基礎建設真的很厲害，而且竟然連廁所都非常的精準，真是太科技了。廣州南站是華南地區最大最繁忙的高鐵樞紐，這個鐵路看起來就有10幾20條，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接着就搭車回香港西九龍站，結果回到香港的時候竟然開始下雨了。不過沒關係，反正我要回家了。香港西九龍站有機場快線，可以直達機場。終於抵達香港國際機場，真的是舟車勞頓。如果不缺錢的話，建議直飛廣州。因為從廣州南站到西九龍站的高鐵票是215塊人民幣，然後機場快線的票是115港幣，所以真的不便宜。而且飛機還 delay 了1個多小時，所以真的很累。接着就在這裡結束這一次廣州5天4夜的旅程。好啊，到路邊去，小林你快點。下雨，趕快跑！太大了啦，超遠，用跑的，連滾帶爬30分鐘。這集影片的總花費是2440人民幣，也就是1萬塊台幣左右。大家覺得是便宜還是貴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這一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嘍，拜拜。